一定放进冰箱冷冻室保存的食物有哪些？你都知道吗？有粉丝私信老黑，有些食物放进冷藏室为啥还是坏了？这就是因为你放错了保存的地方。所以今天老黑就来跟大家讲讲那些放冷藏室没用，必须放冷冻室的食物。一、面包。面包如果在没吃完的情况下，很多人都会放进冷藏室，结果再拿出来的时候就还是变得硬邦邦的。其实面包冷冻保存才是更好的，因为面包中含有小麦粉、玉米粉等谷物粉末，这些粉末在低温下不容易回升，而且冷冻室的瞬间低温还能马上将面包中的水分锁住，不会那么快蒸发，面包自然也就不会变硬。从冷冻室拿出来之后，也只需要解冻一下或者加热一下，就能吃到口感最佳的面包。二、馒头。有很多人知道包子和饺子要放进冷冻室保存，因为包子、饺子中包着肉类，但其实馒头也一样，更适合放进冷冻室保存，因为馒头中富含淀粉，经过冷冻之后，淀粉不会那么容易老化。除此之外，被冷冻住的馒头也不会流失水分，拿出来再蒸着吃，跟新馒头一样松软。但如果你只是把馒头放进冷藏室，反而会加速水分蒸发，不是在超低温下，反而更会被细菌污染。三、米饭。吃不完的米饭，很多人都习惯放进冷藏室保存，然后第二天还能用来蛋炒饭吃。但拿出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米饭在冷藏室里变得又干又硬。但如果是放进冷冻室保存，冷冻室一般都在零下18度的低温，能瞬间锁住米饭中的水分和淀粉，即使被冻住了，只要一加热，就能马上变得跟新鲜米饭一样美味。但除了这几个，还有哪些更适合放进冰箱保存的食物呢？这些东西更适合放进冰箱冷冻室保存。四、葡萄干。葡萄干放进冰箱冷冻室保存的时间更长，虽然很多葡萄干标明在室温下保存即可，但仍然是很容易长虫卵，在冷藏室保存又很容易变潮。放进冷冻室保存的话，能更好的锁住葡萄干中的水分，不会有细菌和虫子感染，更不会发霉。五、坚果类。2020年，我国一对妇女因为吃了发霉的坚果而被送进医院，最后被诊断出患上肝癌，这都是因为他们将坚果随意的放在室温下保存，结果导致坚果受潮，导致变质，并产生了黄曲霉毒素。这种毒素只要人类使用了1毫克就能够引发肝癌，要是使用超过20毫克，直接导致死亡。所以吃不完的坚果最好是放进冰箱冷冻室保存，隔绝了细菌和霉菌的感染。六、巧克力。很多人都没有把巧克力放冰箱保存的概念，吃不完就放一边，但这也让巧克力的香味道很容易引来虫子和细菌，所以将巧克力密封后放进冰箱冷冻室，能够保证巧克力不会变质，但这只适合短期内就食用的巧克力。如果要长期保存巧克力，最好是密封后保存在干燥的环境下即可。七、黄油。黄油是烘焙里必不可少的一种物质，从名字来看就知道这是油脂，放进冷藏室保存也是可以的，但在冷藏室里一定要保存15天内用完。如果想要长时间保存黄油的话，放进冷冻室里能保存12个月甚至18个月，但要注意的是，必须将黄油切小块，分装进冷冻室，一整块拿出来反复使用再放进去，只会导致黄油串味，也有被细菌感染的可能。那么除了这些，还有哪些更适合放进冷冻室保存的食物呢？更适合放进冰箱冷冻室保存的食物。八、浆果。浆果就是大家常吃的蓝莓、草莓、葡萄等这种水果，这些水果一般情况下放进冰箱冷藏室保存是可以的，但你发现没有，在冷藏室放置超过1个礼拜还是会发黑发霉，因为冷藏室的低温并不足以杀死所有细菌，而冷冻室的低温环境隔绝了细菌的生长，也能将这些水果的水分锁住，不会让它们变软变烂，拿出来之后还能跟吃水果冰沙一样美味。九、洋葱。洋葱是一种味道很浓烈的蔬菜，放进冷藏室会导致串味。除此之外，冷藏室的低温和潮湿环境会让洋葱更容易腐烂变质，而放进冷冻室的话，保存能够延长洋葱的储存周期，因为阻断了细菌感染和容易发霉的环境。但是最好是提前将洋葱切好之后再放进冷冻室，这样拿出来即使不解冻也能够直接丢进锅里炒。十、面粉。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会将面粉放在常温下保存，但常温的温度并不是一直稳定的，温度湿度的改变，面粉也会随之改变，比如湿度增多，面粉就更容易结块，但在冷冻室里一直保持低温，湿度也一直稳定，所以保存的时间也会更长。但要注意的是，放进冷冻室里保存的东西一定要密封。11、奶酪。冷冻奶酪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持奶酪的风味，食用起来跟新鲜奶酪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别。但要注意的是，奶酪放冰箱冷冻层一定要用奶酪纸巾或者锡箔纸密封装好。我是老黑，你不知道的小知识都由我来告诉你，欢迎评论私信轰炸，咱们下期再见。